在洗腿时发现诡异的是，接上来的水源似乎怎么也无法洗干净染料，反倒是越洗越红。一股强烈的不安隐隐浮现，野外的河水怎么可能是红色的呢？直到他看向河道的对岸后，才发现水源上方居然有具动物的躯体。被吓到的黛西立刻喊来丈夫，却未料丈夫说这是被剥了皮的黑熊，并且还说这种事情在野外时常发生，或许只是某个猎人做的罢了。没办法，黛西只能将信将疑相信，随后便跟丈夫乖乖的去了营地。可两人殊不知，在温柔乡的背后早已经暗藏着可怕的生物。这片森林的时间很快到了晚上，而黛西却在熟睡中做起噩梦。梦境中，她被架在一个手术台上，头里居然还冒出一双胳膊，不断吞噬着黛西。等到她从噩梦中苏醒之后，帐篷外却传来一股奇怪的叫声。黛西赶紧打着手电灯前去查看，却未料一股寒意突然袭来，紧接着黛西被尖叫声吓得趴倒在地，可奇怪的是，等找手电灯时，却发现地上充满了粘稠的液体。她赶紧起身查看液体的来源方向，正当灯光循着踪迹照去时，黛西的身后却发生可怕一幕，丈夫竟然也出现在森林里面。黛西还一脸好奇，丈夫不是在营地吗？可丈夫却说已经出来上厕所半小时了。此时的黛西这才意识到不妙，原来刚刚在帐篷做噩梦睡醒时，怪物的手掌早已贴近了她的腰部，这也是黛西误认为丈夫在营地的原因。两人着急忙慌地返回营地查看，岂料此时的帐篷已经凌乱不堪，并且所见之处皆是粘稠的液体。此时的两人还全然不知发生什么，只是捡着地上的物品仔细观看。也就在此时，一股叫声响起，并且声音的来源越发的近。来人还以为这可能是某种野兽的叫声，赶紧趁着声音到来时离开了营地。直到他们跑到一处拐角时，才让两人彻底的傻了眼。一股黑雾突然从天空袭来，离奇的一幕直接让他们呆愣原地，紧接着黑雾变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。好在丈夫还没有失去理智，赶紧拉着黛西逃离此地。两人就这样一直四处逃窜，直至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。现在的他们甚至都迷失了方向，但那黑雾伴随的尖叫始终环绕附近。正当丈夫有些消极，准备不管不顾时，捕兽夹正好夹住了丈夫的脚踝，一旁的黛西赶紧上前查看，眼见丈夫疼得死去活来，黛西只能赶紧用双手扒开捕兽夹，这才勉强救出已经受伤的丈夫。但此时的丈夫早已体力耗尽，很明显无法继续前行，黛西只能独自先去寻找救援。然而这片森林仿佛充满了魔力，黛西还没跑出去几步，那股黑雾便直接围绕在她的身边，并且还同样伴随着强烈的尖叫声。不过好在趁着黑雾发起攻击之时，黛西凭借一个扭头成功躲了过去。她一路小跑来到一片空旷之地，岂料在这还发现了历史悠久的遗迹，这里的每块石头很明显都是有人故意堆放。黛西也不明白这块地是做什么的，正当她四处寻找有什么物品时，却发现一块充满迷雾的深坑，而且一眼看上去就是深不见底。紧接着在一个拐角，她又发现无数具以人化做的皮肤被一块一块的摆放在墙上，这下黛西彻底吓傻了眼，赶紧朝着遗迹外面跑了出去。但此时黑雾的叫声却从身后传来，黛西只能拼命的奔跑，来到一处大树下的深坑暂时躲避。也就在她四处环绕寻找黑雾位置时，黛西的身后突然一个神秘人一把抱住，很快屏住呼吸的黛西就听到黑雾已经渐渐离去。这一下终于有人能够帮上忙，神秘人不仅赶来背着丈夫，而且还将他们带到一处地窖。黛西一下子便感到有了希望，可神秘人却说自己名叫杰夫，和他们一样也被困在这片森林，如果想要从这逃出去的话，带着一个拖油瓶显然不可能，并且还要想办法除掉黑雾，否则他们根本逃不出去。没办法，在杰夫的悉心劝导下，黛西只好答应明天一起去解决黑雾。可在晚上睡觉时，奇怪的事却发生了。黛西因为做噩梦而深夜惊醒，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照顾丈夫，想着将丈夫的腿重新包扎下，未料却被地板突然晃了一下，低头一看才发现地板竟然是空心的，难道下面还隐藏着什么吗？黛西没有多想，便直接继续睡觉。第二天她就跟杰夫一起出门，在森林里等待着黑雾出现。也就在此时，黛西注意到杰夫腕表上的一张照片，她有心无意地询问那是杰夫女儿吗？可杰夫却似乎并不想谈论此事，并且还打断话题去别的地方看看。两人就这样在森林里四处寻找，可走着走着就感觉到有问题，身边总是响起树枝被吹动的声音。等到黛西缓过来时，杰夫已经消失不见。这一下吓得黛西彻底慌了神，她在森林四处张望寻找，但还没走出几步，黛西直接被黑雾击倒，受到惊吓的她赶紧蜷缩在角落。就在黑雾即将袭击她时，一发子弹穿梭而过，原来是刚刚消失的杰夫赶了回来。只可惜等杰夫来到眼前时，黑雾仿佛有意识般逃离了此地。没办法，黑雾暂时是解决不掉了。躲在一旁的黛西却呆愣住，她跟在杰夫后面质问刚刚去了哪里，可无论怎么问只换回来沉默。就这样，两人只能返回到地窖。此时的丈夫已经发起高烧，并且腿部已经严重感染。黛西告诉杰夫现在必须尽快离开，否则自己的丈夫很可能命不久矣。可杰夫却反过来质问黛西，质问她是不是生过什么病，因为黑雾更喜欢袭击生病的人。几番逼问之下，黛西这才承认自己才刚刚查出身患癌症，这次旅行也是为了让自己没有遗憾。
听后的杰夫渐渐陷入沉思，他努力劝黛西一定要解决黑雾，否则的话黑雾肯定会抓住他。然而黛西却并没有听进去，在他的心中始终还藏着疑惑。杰夫怀表上的女儿照片，以及杰夫为什么非要解决黑雾，而他的困惑也即将得到答案。趁着杰夫已经陷入沉睡时，他小心翼翼地来到空地板前，悄悄地将其打开，里面果然暗藏着玄机。黛西一路顺着通道爬行，可很快就让他感到无比震惊。当他爬到了一间密室时，所见之处竟然全是人的躯体，他被吓得赶紧从地板下爬出来。可此时杰夫早已经守在了外面。原来男人之前也是普通的旅行者，只是他带着女儿出来狩猎时，女儿不小心被黑雾所吞噬，而身为父亲的杰夫一心复仇，所以每次都会悄悄谋害旅行者，然后再通过旅行者引诱出黑雾。此时的黛西明白了一切，可当杰夫说拿丈夫去引诱黑雾时，听后的黛西却无法接受，她认为自己已经身患癌症，她愿意代替丈夫前去送死，而杰夫可并不在意这些，只要是能复仇怎么样都行。很快时间到了第二天清晨，杰夫催促她快点一起出去，可黛西却表示想最后再抱一下丈夫。事业至此，杰夫也只好成全了她。可未料在此时黛西发现了，边上居然放置了一个野兽牙齿，而这也将成为黛西的保命之物。随后两人便继续来到森林寻找黑雾，没走出去几步后果然有了效果。杰夫赶紧一把扔开黛西，索性将黛西直接踩在了脚上，大喊着让黑雾出来决斗。结果这挑衅还真的有作用，黑雾仿佛像加速了一样穿过森林，而黛西趁着杰夫没有注意时，赶紧从他的脚上躲到了一边。可让杰夫直接傻眼的是，黑雾直接冲着自己而来，并且还瞬间迷失了他的心智。紧接着一旁的黛西蜷缩着身体不敢动弹，而杰夫已经被黑雾袭击的倒地。可奇怪的是，黑雾又迅速逃离现场，仿佛只是过来给杰夫一个教训。但这样一来，杰夫却越发的气愤，他这次索性将黛西拉到一个吊石面前，准备让黛西直接吊在上面，好让黑雾能够放下一些防备。可此时杰夫的身体却身受重伤，黛西见此赶紧扑了上去，可惜他的力气根本不够，很快就被杰夫直接揪了起来。没办法，面临着手持武器的威胁，黛西只能亲手给自己套绳子上。而杰夫在确定黛西戴好之后，迫不及待地继续挑衅黑雾。也就在杰夫等着黑雾自投罗网时，殊不知黛西已经悄悄拿出了野兽牙齿。等杰夫一个转身，野兽的牙齿直接扎进杰夫，一时间他几乎失去了行动力。正当他拼尽全力全部逃离时，黛西却瞅准了好机会，趁机拿走了他身上的匕首。随后的杰夫捂住伤口准备赶回地窖，可最终还是坚持不住倒地不起，直至黑雾追赶而来将其拖走。而另一边黛西还站在柱子上挣扎，她尝试着拿匕首割开绳索，却不小心踢掉了柱子，整个人直接悬空在那。不出1分钟后，黛西直接昏迷过去，但好在她刚刚也用匕首割了一会儿，绳索明显已经有了一些松动。等到黛西从昏迷中醒来时，时间已经来到了深夜。她赶紧拿起地上的匕首，准备先回到地窖带丈夫一起离开。未料一个没注意，直接摔倒在地上，随后便被赶来的黑雾直接拖走。黛西被带到之前的历史遗迹，此时的她回头一看，却发现带着怀表照片的杰夫此时已经被挂在了墙上。惊吓的黛西向后退去，却又被黑雾直接击中。等到她再次从昏迷醒来时，却被带到了一个地下石窟。黛西赶紧起身摸索着周围，只见遍地都是古老的符号，但此时的她已经无暇顾及，从地上捡起一个匕首，只管在石窟中四处寻找出口。没几步后就发现前面有束亮光，她鼓足着胆量继续向前，未料却被身后的一个爪子突然勾住。等黛西再一次的从昏迷中醒来时，居然又回到了刚刚那个房间，这里好像有人跟自己捉迷藏一样。黛西一连尝试了很多次，可每一次都有股神秘的力量将她击退，仿佛永远也无法从这走出去，并且随着她多次尝试，黛西的身上早已遍布伤痕。最终她索性直接躺在那块石板上，等待着黑雾给予她的宿命。也就在黛西躺着浑身颤抖时，那团黑雾终于飘了过来，并且渐渐化成了一副怪物的模样。此时的黛西坐在那一动不敢动，趁着怪物松懈，她扎入匕首，黛西也瞬间被怪物一手扔了出去。可怪物很快就将她举在空中，好在黛西及时掏出匕首，直接扎进怪物嘴里。最终怪物还是死在黛西的匕首下。随后她一路寻找，离开了石窟，来到正在地窖休养的丈夫这里。等到第二天，黛西打开了地窖门，最终逃离了这片可怕的森林。至此本片也迎来了结尾。但细心观察的网友会发现，小编故意在前面字幕中留下宿命2字，那也是本片所隐喻的方向。